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AI 创新云平台 CoreWeave，以及处于同一板块的 NBIS 和 IREN。其中 CRWV 因为负债太多，它的信用评级已经沦为 B 加垃圾级，40亿美元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也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对于站在它背后的芯片霸主股王英伟达有什么重大影响？如果创新云平台爆雷，半导体巨头 AMD、博通和台积电会被牵连吗？云服务巨头亚马逊、微软、谷歌和甲骨文能否幸免？本期视频，查理为你深入解答。就在上周五，蓝色猫头鹰资产管理公司突然宣布永久停止其价值16亿美元的零售信贷基金的季度赎回，一时激起千层浪，已经跌到谷底的 SaaS 软件板块再度惨遭抛售。今天，INTU 单日暴跌7%，Adobe 闪崩5%，AppLovin 蒸发4%，一片血红。为了还钱给急于撤资的投资者，Blue Oil 被迫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强制出售了14亿美元的软件相关的资产。虽然官方称是平价出售，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为了换取流动性的断臂求生。可以看到，私募股权投资主动型基金还在无差别的疯狂抛售手中的科技股、SaaS 软件类股票，和基本面完全无关。这其实是他们流动性危机的信号，因为之前他们已经杠杆拉满，现在被债主要求强制平仓。就连 IBM 这样一向非常稳健的大科技公司，股价都能单日闪崩14%。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事情绝对不简单，我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本轮软件股抛售的最高潮了。当然，Blue Oil 自己的股价在过去半年已经暴跌了50%，现在它的价格和2022年美股大熊市的低点非常的接近了。这种股价的膝盖斩释放出来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华尔街已经不再相信私人信贷是避风港的鬼话。作为 CoreWeave 背后的顶级金主，蓝猫资本股价的崩盘，本质上是市场对于他手里的那些 AI 欠条的公开处刑。市场现在担心的是，Blue Oil 借给那些软件公司和 AI 云平台的钱，可能永远也收不回来了。那么，处在暴风眼的蓝猫资本，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决定美股走势的关键？其实啊，蓝湖资本没啥历史，它是2021年通过擅长借钱的私募信贷公司 Oil Rock 和擅长股权投资的 Dial Capital 资产管理公司重磅合并诞生的混血儿。截止到去年年底，蓝猫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突破3070亿美元，可以说是全球私募信贷领域的领头羊。它的专长就是填补传统银行不愿意放贷的高风险、高增长的科技公司的资金需求。朋友们，从这里你肯定已经听出来了，蓝猫资本干的就是刀口舔血的交易。它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 CoreWeave 这一类初创企业，如果他们拿不出钱来，或者贷不到额外的资金去周转，那么暴雷简直是分分钟的事。当然，蓝猫资本的旗舰项目是和通讯巨头 Meta 合作，斥资270亿美元搞的 HyperIon 项目，专门建设 Meta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 AI 数据中心。因为 Meta 的信用评级非常的过硬，蓝猫毫不费力的就拉来了品浩和贝莱德等金融巨头投资，它就能够赚取巨额的管理费和利息。然而，和甲骨文的合作情况就完全不同。Oracle 不像 Meta 这种手握数百亿美元的现金流，它的 AI 梦想几乎完全是靠以债养算力堆出来的。去年12月，蓝猫资本突然宣布退出与甲骨文在密歇根州合作的建设100亿美元数据中心的项目。之所以临阵脱逃，是因为蓝猫敏锐地感觉到甲骨文的负债已经到了临界点。到了2026年初，甲骨文账面上的租贷业务居然飙升到了惊人的2480亿美元。对于蓝猫来说，借钱给 Meta 是投资，但借钱给负债率高达432%的甲骨文，那简直就是去当接盘侠，他自然就是 say no 了。不幸的是，蓝猫和 CoreWeave 的合作和甲骨文的情况简直是如出一辙，甚至更加凶险。如果说 Oracle 是信用额度触点，那么 CoreWeave 简直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原本 CRWV 被市场认为是 AI 时代的新贵云王子，未来它的发展潜力无限。
但是当2月底的财报压力和40亿美元过桥贷款到期日撞在一起的时候，投资者猛然发现，CoreWeave 难道只是一个没有护城河、全靠借高利贷买英伟达显卡的高级二房东？如果说甲骨文至少还有庞大的数据库和 OCI 云服务支撑，那么 CIWV 的命脉全在那几万张英伟达的 GPU 之上。随着2026年初 AI 算力需求趋于平衡，这些曾经的硬通货在二级市场的残值开始缩水。更为致命的是，英伟达今年下半年将推出全新一代的 Rubin 芯片架构，它的推理能力是 Blackwell 芯片的10倍。换句话说，CoreWeave 手中持有的 Blackwell 芯片价值将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这该死的折旧啊！对于蓝猫资本而言，CRWV 以那些 Blackwell 芯片资产作为抵押的借条，它的安全性简直降到了冰点。面对外界的质疑，CoreWeave 的 CEO 还在坚持着。他说：“宾州的巨型数据中心项目资金已经完全到位，项目进度一切正常。”蓝猫资本也配合发声，确认向 CRWV 发放了5亿美元的过桥贷款。截止到3月份，已经解决了资金层面的燃眉之急。在被问及英伟达的快速迭代是否会导致旧芯片贬值的时候，CRWV 的 CEO 的态度有点微妙。他认为现在的 AI 需求依然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旧款 Blackwell 的利用率依然很高。那作为 CRWV 的投资者，英伟达公司在1月26日以每股87.2美元的客单价购买了 CRWV 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持股股东。那伴随着这笔投资，CoreWeave 公司承诺将反过来采购英伟达最新的 Vera CPU 和 Bluefield 存储系统，并且优先部署最新的 Rubin 平台。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儿英伟达左手把钱借出去，右手又以订单的形式收回来的感觉？这是 CRWV 股票的月线交易图，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资金在2月20日以91美元的价格正在出逃，而接盘的很可能就是还不清楚背景信息的散户投资者，让人心痛了。这张图显示了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 CRWV 股票的分析情况，系统给出的信号是红色的卖出信号。考虑到 CoreWeave 的融资成本飙升，资金链极其的脆弱，CI 系统认为公司在未来2到3年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当然，你要问查理，他何时能够实现盈利呢？个人认为，至少在2028年之前，CIWV 都很难实现盈利。考虑到 CoreWeave 在本周四要发布财报，目前最稳妥的操作还是在90美元以上市场价附近卖掉他家的股票。这是因为在基本面存疑的情况下，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CoreWeave 的下一个支撑区域居然在70美元以下，也就是说，CIWV 还有高达25%以上的下跌风险。实在是拿不住啊！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 CoreWeave 本周的财报表现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查理。那将受到 CIWV 财报冲击的另外一家公司是 Applied Digital (APLD)，它是 AI 算力的物理基建商，最核心的资产是电力容量和先进的液冷系统。CoreWeave 是 APLD 的头号大客户，甚至在之前的一些财报季贡献了 APLD 接近100%的未来营收预期，相当的夸张。双方签有高达110亿美元的托管服务长约。APLD 几乎所有的融资都是基于我有 CoreWeave 这个稳定租客来背书的。而在2月18日，英伟达向 SEC 提交的文件报告显示，他已经彻底清仓了 APLD 的所有股份。查理认为，现在绝对是卖掉 APLD 股票的好时机。在2月26日 CRWV 财报日之前，空头头寸已经堆积到了 APLD 流通盘的25%以上，实在是壮观了。既然老黄都跑路了，咱们小散户何必为了这么一家业务处于严重亏损，还在疯狂烧钱的 APLD 而坚持呢？好，聊完了 CRWV 和 APLD，我们来看看地处欧洲，同样是 AI 云服务商的 Nebius Group（NBIS），它的股价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NBIS 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提供全站 AI 开发环境的独立云厂商。和 CoreWeave 不同，NBIS 不只是租显卡，它还提供自研的集群管理软件和高速的网络架构。NBIS 拥有极高优先级的英伟达 GPU 的拿货权，目前在芬兰拥有欧洲最高效的液冷数据中心，并且在巴黎等地正在大规模的扩张。
虽然 MBIS 在欧洲，但是它和 CRWV 的市场估值模型几乎一模一样。到了2025年年底，MBIS 发布了极其激进的营收指引，预测2026年的营收将达到70亿至90亿美元。然而，这种高增长的预期是完全建立在融资渠道通畅的前提之下。那现在 CRWV 遭遇蓝猫资本的拒贷，银行和基金对于 MBIS 的贷款利率的要求会立刻跳涨，这对于高杠杆运行的 MBIS 公司来说是致命的。CI 投资系统建议，对于 MBIS 的股票也是逢高就止盈，有反弹就跑路的卖出信号。现在它的股价也在100美元的高位，而下一个中等支撑区域在75美元附近，也有超过20%的下跌空间。朋友们要千万注意哦，别急着抄底。最后，对于 IREN 这家云服务公司来说，它的情况和 CIWV、MBIS 有一点点不同。IREN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和加拿大的 BC 省拥有完全自有的变电站和土地，能够利用廉价的电力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这使得 IREN 在 AI 扩张中不需要等待电力的审批，速度会快于许多竞争对手。此外，与 CRWV 疯狂举债买卡的行为不同，IREN 更倾向于利用自有的现金流或股权融资来扩张。这就意味着 IREN 不那么依赖蓝猫资本这种容易断供的私募信贷，它的资金链要更安全一些。而在2月18日，英伟达在清仓 APLD 股票的同时，却维持了与 IREN 的深度合作关系。截止到2月23日，CI 投资系统对于 IREN 给出的是黄色的持有信号。系统建议，如果在2月26日盘后，IREN 的股价因为板块的影响大跌到33美元的强支撑区域，确实可以考虑逢低抄底。当然，考虑到 IREN 毕竟是规模很小的云服务企业，查理会严格控制它的持股比例在总资金的2%以内。好，我们小结一下，受到蓝猫资本 CoreWeave 融资问题影响的创新云平台之中，CI 系统目前唯一建议持有的股票是 IREN，等待暴跌之后的抄底，因为它自带土地和电力资源，又有微软的大合同托底，再加上 IREN 不依赖私募信贷，使得它能够在这场风暴之中存活下来的机会最大。而至于 CRWV、APLD 和 MBIS，系统建议朋友们能跑就跑吧。这里面水真的太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这3家公司股价开始崩盘，我们千万要管住自己的双手，千万别空手接飞刀，抄底在山顶旁边哦。那至于 CoreWeave 财报如果真的爆雷，对于半导体巨头的影响，CI 系统认为股价影响最大的其实是 AMD，它的潜在最大回撤幅度在12%左右。这是因为一旦 CRWV、MBIS 这些二线云厂商开始收缩投资，他们不再买英伟达昂贵的 GPU 了，那他们去买 AMD 高端芯片 MI300的可能性也同时大幅降低了，因为都没钱了嘛。那作为 CoreWeave 背后的金主，NVIDIA 的股价也可能受到牵连，潜在的跌幅在8%左右。这是因为投资者就会质疑，你说你有60%以上的 EPS 年增速，这里面是不是有水分？会不会其实云服务商根本不需要买你那么多昂贵的高端芯片，而很大一部分的订单是你左手倒右手，通过投资 CRWV 的金融手段做出来的账面数据呢？如果这个担心成为风潮，那么 NVDA 的估值可能从47倍 PE 直接下杀到30倍以下。当然，查理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大，因为英伟达的买盘力量还是很强的。如果 NVIDIA 真的跌到150美元以下，对于咱们散户投资者来说，反而可以趁机抄底 NVDA。而受到波及最小的芯片股，当然还是台积电。没别的原因，作为芯片代工的总闸门，台积电依旧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它的股价只是会受到板块情绪的波及，不会有实质性的伤害。那对于云服务巨头和 Meta 来说，受蓝猫资本影响最大的科技公司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甲骨文。没办法，因为 Oracle 为了追赶云服务御三家，它现在的债务规模已经逼近3000亿美元。去年年底，甲骨文进行了多次100亿美元规模的发债，它的 CDS 信用违约掉期价格已经冲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随时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当蓝猫资本无法为 CoreWeave 筹集40亿美元的时候，市场会立刻联想到，如果信用评级 B 加的
CoreWeave 借不到钱，那么负债累累的甲骨文下一次发债的成本得高到什么地步啊？2026年年初的报告显示，甲骨文在出租英伟达芯片方面的毛利率仅为14%。在如此低的毛利率下，如果融资利息上升1%，甲骨文的云业务就可能陷入净亏损。对于 ORCL 的股票，我们最多只能做小仓位、快进快出的短线套利交易，它的长线实在是不明朗了。那至于真正的巨头，亚马逊、微软、谷歌和 Meta 这4家 hyperscaler 万亿俱乐部成员，其实他们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而只是股价会跟随着美股大盘有短期的波动。这是因为他们全部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摆脱对于英伟达高端芯片的依赖，转而研发自己的 ASIC 芯片，包括谷歌的 TPU、Meta 的 Meteor 芯片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巨头的信用记录非常良好，融资成本也非常低，没有资金链的风险，最多是自由现金流下滑，远不至于流动性出现问题。甚至我们可以预见，一旦 CoreWeave 或者 APLD 最终撑不住，走向破产清算，这些 hyperscalers 将会带着廉价的资本进场，以地板价收购那些已经铺设好的数据中心和电力资源。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认同查理的观点呢？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美股的盘面。可以看到，随着川普政府宣布将全球进口关税提升至15%，大多数科技股、金融类头部企业都有大幅度的回调。今天跌得最重的是特斯拉以及摩根大通、Mastercard 等金融类股票。特斯拉是因为它的 Cybertruck 销量疲软，为了刺激销售，公司宣布将 Cybertruck 的起售价下调至$59,990。这种以价换量的举动再次印证了电动车市场消费的疲软。而摩根大通、Visa、万事达的大跌，则是投资者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导致企业贷款需求的萎缩、出口商违约风险增加的担忧。15%的关税相当于给全球贸易加了一把巨型的锁，跨境消费和 B to B 支付量预期将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就直接打击了信用卡巨头 Visa、Mastercard 的盈利模式。而龙头股的大跌，使得标普500指数也再度逼近125天移动平均线6770点。随着市场情绪又滑落到极度恐慌的状态，我们很可能在2月底、3月初看到标普回踩6700到6800点之间，届时将是投资朋友们抄底 SPYM、QQQM 的好时机。而美股想要再度突破7000点，那就肯定需要软件股、大科技和金融类股票再度雄起，而不是像2月份这样持续阴跌崩盘的状态。查理认为，我们还需要保持耐心，等到4到5月份才是美股市场重新向上攀升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私募基金基本上把手中持有的 SaaS 软件类股票全部清仓，而大机构、养老基金、主权基金接手科技股之后，他们不大可能因为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割肉。软件股届时才可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反转时刻。现在正是我们耐心等待、逢低布局的好时机。好，聊完了今天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23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之前一样，CI 投资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保持在95%，把剩下5%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 USFR、SGOV 或者 SHY 中。而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以及科技类指数都超过了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金融股，分别是摩根大通、美国运通和美国银行，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到了2月23日，涨得最好的股票分别是量子计算 ETF QTUM 和股王英伟达。查理根据 CI 系统的提示，在英伟达财报公布之前，止盈了大部分 NVIDIA 的仓位，把获得的资金用来买入了科技类指数 IYW 和微软。交易结束之后，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依然是微软占比51.6%，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11.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的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认为创新云平台 CIWV、MBIS、IREN 股价走势如何？他们会爆雷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贯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愉快，操盘稳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